当地时间周二，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月初窜访台湾之后，秦刚首次公开到访美国国务院。中美博弈加剧之际，中国大使与美方外交高层直接会面，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周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也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上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周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中方强烈反对，严厉谴责，坚决反制。当地时间周二早上，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前往美国国务院，与美国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晤，时长约100分钟。据悉，双方重点谈及台海议题、两国使馆外交运作等。外界注意到，此次会晤也是8月以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员马基以及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克姆相继率团窜访台湾后，秦刚首次公开到访美国国务院。佩洛西窜台后，中方宣布制裁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以及8项反制美国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对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等。同时，中方还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层面全方位对台当局予以反制。最近，美国一些极端的反华议员又提出，所谓的台湾政策法，这个如果真的是通过了，并且拜登签署的话，这是最近1979年以来是美国对台政策最大的一次调整。还有美国和台湾最近又在进行所谓的贸易谈判。对于时隔1年后秦刚再与舍曼会晤，香港中评社的分析指出，正如美国媒体所言，大使外交在关键时刻维系两国关系。此次会见显示双方联系仍未断绝，也都有意愿接触沟通。华盛顿掏空一中政策的进程必须逆转，否则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难以排除。中美两国可能如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日前警告的那样，或会在梦游般走向冲突，这是中方与东南亚各国都不愿见到的。拜登政府基本上还是萧规曹随。那么特朗普当时的一系列的做法，拜登政府包括这个关税啊，包括这个对中国企业的这个打压呀，包括对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抹黑呀，甚至就是说在这个最核心、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要对华进行战略竞争，它呢就需要破坏中国这个发展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那么台湾呢，在他看来是一张最好用的一个牌，中美关系滑向这个更不好的一边，那么对抗跟冲突的风险呢也在显著上升。上周二，秦刚在华盛顿接受11家西方主流媒体联合采访，在谈及台湾问题时，秦刚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挑衅和闹剧。现在美方一些人不仅不认错、不纠错，还试图颠倒黑白、扭转叙事，把脏水泼到中国身上。拜登总统多次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那美方就要说到做到。就中美关系，秦刚强调，希望美方能摆脱威胁恐惧症，不要将美国的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中美要重启合作，美方应认真反思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认真反思什么才是真正的一个中国原则，不要采取任何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 Sadly, the status quo of China-U.S. relations is very worrisome. Is going downhill. This is because, as I mentioned, that China is being misperceived and calculated, and China-U.S. relations now is being driven by fear, not by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by the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of our countries. Well, I'm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level of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simply because that China is being seen as a challenge, and simply because that the China phobia is widely spread in the U.S. 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基于所谓国安和外交政策等理由，将7家中国科技领域实体列入所谓出口管制名单。这7家实体主要与航空航天相关，包括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以及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公司等。美国商务部还指出，未来任何供应商若要对以上中国实体出口材料或商品，需要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据统计，包括新增的这7家，美国已经将约600家中国实体列入了管制清单，其中110多家属于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新增实体。
最关键的一些领域呢，包括这个半导体领域，包括这个信息技术领域，包括这个很显然包括航空航天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呀，人工智能啊。这个数字经济大数据啊，这个处理这方面的量子计算这些个领域，学术界有这种称法，把它们称作就是说国际竞争的一个硬科技的这些个领域。从特朗普政府开始就已经对这些领域的这个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企业、科研院所开展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打击吧。针对美国国内一些势力近年来持续散布中美脱钩的论调，秦刚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中方不认为脱钩符合中美任何一方的利益。鉴于中美的体量、影响力和责任，脱钩将损害彼此和世界。Is there any way to get back to a healthier relationship from your perspective? We do not want to decouple. No, we want more exchanges and more cooperation to get this relationship out of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会见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您有什么观察呢？在中美关系处于微妙时刻，外交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首先，因佩洛西窜访台湾，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美关系一路走低和探底。白宫没有劝阻佩洛西的鲁莽行为，在此之后呢，两国的外交层还是进行了多次的沟通，管控危机，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符合两国以及地区的利益。秦刚大使与美国国务院的沟通是两国外交层进行危机管控的努力。其次，对于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多层面去审视和观察。美国政府的架构和角色分工不是佩洛西窜访台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理由，但是呢，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国内对华态度也是复杂的，存在不小的差异，这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对于佩洛西的鲁莽的行动，白宫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但是在中期选举的压力之下，拜登行政当局只能默认和纵容佩洛西，但也能够看到美国必须要为佩洛西的行为负责。五角大楼此前就认为佩洛西访台不是个好主意，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不同的意见。美国国务院系统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务实，双方外交层的沟通并没有中断，构成了外交危机管控的重要的管道和渠道。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刻，任何的沟通和交流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双方的大使，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更是责任重大。最后呢，美国一再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美国的行为却在掏空和侵蚀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和共识。中方一直坚持认为搞好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中美之间在产业、贸易、技术等各个领域已经是深度嵌套在一起了。美国过去几年一直是主动脱钩，拉拢盟国，建立小集团，尤其是在产业链和高技术领域，比如说芯片联盟。其实呢，这是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半导体产业早已经跨越国界，形成了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合作网络。美国搞芯片联盟，其实也让参与方很是为难。中国是全球主要的半导体的市场，很多企业的主要营收来自中国。一旦加入排他性的联盟，市场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韩国近期在对美态度上有所调整的重要的原因。事实上，美国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呢，中美关系是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抽刀断水，是时候要调整政策了。美国泛安全化的对华政策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了。